我深刻的记得，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同事去的台湾，我就深刻的记得感受到当地的风土人情、文化的一种友善，生活的这种便捷程度，你就会感觉你每天滑的手机或者看的电视，感觉一切都是骗人的。这边有一个历史人物曾经说过特别有名的一段话，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其实啊，上周啊，对我来说发生一件意义比较重大的事儿，对我个人来说意义比较重大的事儿，那就是我的短片在台湾获奖啦！台湾短片竞赛的颁奖典礼。然后因为我没法去台湾嘛，所以呢，在台湾的玛丽去帮我领奖。颁奖的得奖作品，我眼中的台湾和你们不一样。也跟玛丽，我是玛丽，对，因为她是在北京那边。现在被困在那边，一直在宣传，就是台湾的大小事，就是我们自己有YouTube频道。是，也是北京人是吧？对，他是北京人。是我以前带他来台湾去了很多地方，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嘛，不过还好他去年有来了3次，就拍了很多素材。是。对，然后之后我们也会就是以我们的观点、我们的角度，然后拍很多台湾的影片。好，恭喜恭喜玛丽，好，恭喜我们的星爷。我本来以为我会获得首奖的。之后呢，在看完其他团队的作品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这个第3名啊，还还 OK。其他的团队的影片非常的精良，表达了他们更多的对台湾的了解以及热爱。而他们的影片确实很让我感动，他们的团队、他们的导演的水平都是非常之高的。我也没有那么好。Really happy. We actually didn't expect. 那就是我想先谢谢这个单位到里面去认识他们的文化。导演其实他从2013、2014年 ，He is in France now, so we can over here. 其实看过我那个获奖影片的人啊，都应该了解我对台湾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如果你对它有足够多的留意，有足够的热情去观察你身边的周遭，生活本身其实就是充满色彩。大多数的朋友都看过那支影片了，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，我呢会把那支获奖影片放在后面。其实大家有看过那支影片或者看过其他影片的朋友，都应该了解我想探讨的一个方向。然后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走心啊，非常用心的制作了那支影片的一个原因，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支影片，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台湾，能够让那支影片有一些影响力。其实大家有看过其他影片的人都应该了解啊，我们用一种幽默的方式介绍在台湾的身边的大小事儿也好，一些文化也好，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正面的影响力。其实不光是因为玛丽在台湾啊，我对玛丽的其实我们的影片啊，有些影片也引起了大家很深的一个讨论，也有一些比较极端的留言的言论。其实呢，我们只想引起讨论啊，不想引起这种仇恨啊，或者说之类的东西。但是比如说有看到留言啊，就是你那么喜欢台湾，你北京人，你那么喜欢台湾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就想，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啊？为什么喜欢炸酱面就不能喜欢牛肉面呢？是不是？为什么喜欢丹丹汉堡就不能喜欢老北京烤鸭汉堡呢？是不是？其实我觉得不是炸酱面或者说卤煮好吃，其他的红烧牛肉面也好，寿司也好，就不能再吃了。除非有人逼你说你必须吃炸酱面，你必须吃卤煮，其他东西都不能吃。然后久而久之，你会觉得我炸酱面全世界第一，全世界炸酱面全是第一，全世界最厉害的就是炸酱面，因为你没有吃过其他的东西，那肯定你觉得它就是你心中的第一位。之前有人说你怎么能喝牛奶呢？牛奶是西方的，真的无法说了。那辣椒也是从外国引进来的，是吧？北京有一个作家叫冯唐，他形容他对北京的感受啊，就特别的
就符合我的感受，就特别贴切。就是说，当你从一个200多年的老宅子里边走出来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嘛，深吸一口凉气，就是夹杂着一点雾霾也好，还是那种煤渣儿，一点点的那种煤渣儿的那种味道。因为北京就是胡同以前都是烧煤的嘛，现在可能改天然气了，以前都是烧煤取暖的，夹杂着一种北京的特殊味道的这种空气，会让你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我不能说喜欢，但它已经是我的一部分了，所以这不能用好恶来评价。就闻到鼻子里的那种很脆的，带一点点雾霾的，但是又有点那种烧烤炭火味的北京特有的冬天的空气，然后你打一个冷战，过去所有的记忆都可以在你身边里重新唤起来，你就是我觉得特别踏实。你可能走在一个胡同里边，这房子大概有200-300年了，或者说你用一个茶具，可能也有是宋代的或者怎样，就是这种历史感和这种夹杂在一起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你说不上，你可能就突然间会忘掉它所有的不好，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在北京啊接触过这个词作人，台湾的词作人向月娥老师，就是它有一个轻重，你不管它是用真音还是假音，但是它每一个字，他就怎么形容北京呢？他形容特别有意思，他说北京觉得他第一大印象就是这个毛巾啊，湿的毛巾放那儿就干了，对，就放那儿就干了，他觉得这特别好。然后第二就是他觉得北京的表达跟其他的地方的表达是不一样的，他用的是一种表达这种词，就是表达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全世界所有人的表达都是不一样的，我们对于喜怒哀乐的表达可能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可能觉得出租车司机特别有劲儿，特别带劲儿那种，其实这就是当地人的一种表达。其实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啊，今年或者说最近几年的，其实周围的环境确实不太好，然后可能就是对各种氛围吧，或者环境吧不太好，这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氛围和一个环境。其实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啊，其实政治都是一时的，政治啊，在历史长河中，政治都是一时的。真正大家之间的交流啊，真正良好的沟通交流，那才是永恒的。我不能再讲了，反正对我不能说了，我还是看海吧。我觉得这海挺好的，真的，这海挺好的，没有拦着也没墙，是吧？这海啊，就能让你看到无限的广阔。哎，我想知道台湾的这个，不开玩笑了啊，咱们聊一下正经话题。就是台湾腔是怎么学的？怎样学？我真不知道怎么学，就是可能就直接会说吧。我操！对，就直接就会说，就完全就没有问题，就被城管全抓去了，然后我妈就觉得那个饼吃无所谓，你得把桶还给我。我靠！就很真诚的 share 给我很多资源，就说哎，我们都怎么样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网站，那个老师在他们教室里给我。其实我不想让大家光听到我一个人的声音，所以我想让大家听到更多的声音，更多正能量的声音，一起加入我们去讨论一下身边的这些大小事儿。其实不管怎么样啊，其实影片引起了很多大家的共鸣，或者说是大家愿意去讨论。因为我看到 IG 啊还是 FB 上都有朋友给我们留言，然后去探讨一些问题，一些特别正能量的问题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频道还是有价值的。其实大家一起来聊的朋友都会有一个宗旨，那就是其实第一是做对社会有价值的事情，那第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就算有人说什么我们上期那个厕所大家有所偏激也好，还是怎么样，其实那就是我们身边的厕所呀，那个就是我之前天天上的厕所呀，而且我拍的厕所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厕所呀，这就是北京的表达呀。这表达就是厕所没门啊，胡同里边厕所很多都是没门啊，那就是这样啊。那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希望它有门啊。所以我拍了视频之后，我发现好多厕所好像越来越有门了，是吧？我特别好奇，在台湾这么长的时间里，大家是怎么度过的？我经常说，台湾有一个特质，白天很常规，很难发现一些东西。夜晚会变得很复杂，很折叠，一切都看得那么清楚。用一个颜色去形容台湾，我觉得是粉紫色，温柔、浪漫、
像一个世外桃源，但又不失那么一点坚毅。我其实更关心现在台湾人的这种状态，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，会去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生活的关系，生活又与别人的关系。城市让每个人都变得渺小。北岛说：“你走过的地方就是你的世界。”我觉得用脚丈量这个世界，去感受它的变化，这个过程后，又推动自己更好的创作。台湾在我眼里有很多的颜色，如果你对它有足够多的留意，有足够的热情去观察你身边的周遭，生活本身其实就是充满色彩。麦当劳了，哇，好漂亮！右边。原来彩虹哎。对啊 ，beautiful。